大家好，我是猫盾。今天我们接着来说另一名新的远征武将，蜀国的防御型武将鲍三娘。鲍三娘的普攻会攻击敌方单体，并造成200%的伤害。这个普攻的伤害倍率已经是一般武将的2倍。一般武将的普攻倍率都只有100%的伤害。不过很可惜的，官方之后就没有再继续加强鲍三娘的普攻了。所以这个高倍率的普攻，最后也只是好看而已。鲍三娘的普攻会附带50%最终命中率降低，要留意这个不是加在对方身上的，而是使自己的最终命中率降低。若攻击时敌方闪避了，则会使旗下次怒攻造成的伤害结果降低。降低的效果为鲍三娘命中率的5%。若鲍三娘的命中率高于对方，则降低伤害结果提升为鲍三娘命中率的15%。这应该是3换开服至今除了二傻以外最奇葩的技能了。鲍三娘的普攻降低了自己的命中率，为的只是要让对方触发闪避，然后使旗下次怒攻的伤害结果降低。而官方给他高倍率的原因，也仅仅是为了补偿他经常会打不到人的缘故而已。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就是为了触发关锁3火被动的闪避效果。若敌方触发了闪避，关锁就有概率会额外追加普攻。所以鲍三娘就是关锁自带的小助手。鲍三娘的怒攻会对敌方前排造成240%的伤害，这个怒攻倍率也同样是比普通的怒攻更高。一般打前排的怒攻伤害倍率只会有132%。而鲍三娘的240%的倍率，其实已经是属于单体怒攻的伤害倍率了。看到这里，突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没错了，鲍三娘的怒攻也和普攻一样，会有攻击前降低自己最终命中率的效果，使敌方一旦触发了闪避，下次怒攻造成的伤害就会被降低。然后最终的目的，也是为了能触发关锁的敌方闪避后，有概率触发额外普攻的被动。看来这就是人小小，但却硬要拿大剑来耍的后果啊！结果就是看似输出很高，但却打不中人，让大剑成为了摆设。鲍三娘的3星被动会使自身的最终命中率提升效果无效化，看来是要将被闪避进行到底了。鲍三娘被无效化的最终命中率有30%会化为相邻武将的最终减伤和暴击伤害减免。3星被动也给了鲍三娘一个怒攻附带自身当前护盾值10%的功能，伤害不会超过鲍三娘最大生命值的40%，并且这个真伤还是不会被闪避的。这个被动至少让鲍三娘有了一些能攻击的手段，不至于所有攻击都会被闪避掉，这么尴尬。不过实际上，只有50%的最终命中率降低，是还不会让鲍三娘完全打不到人的。当然，这个命中降低的效果或许会在新区更明显一点，老区参考以前乐进的致盲效果，若不叠个2、3层都还是能打到人的。每当鲍三娘被武将的伤害技能命中，或者自身攻击被敌方闪避后，鲍三娘都可以获得1层厄运。厄运会提升最终命中率、攻击和防御各20%。由于鲍三娘的最终命中率会被无效化，所以这些数值最终都会转化成相邻武将的最终减伤和暴击伤害减免。厄运最高可以叠加5层，之后每过一个回合就会提高5层最高叠加上限。若厄运的层数高于20，则鲍三娘怒攻附带的真伤会翻倍。若厄运少于10层，则鲍三娘与关锁受到的单次伤害不会超过最大生命值的10%，也就是自带龙盾的缩写效果。虽然技能说明这里没有注明是龙盾，但在战斗中所标注的增益确实是写着龙盾的。而且鲍三娘的龙盾比 SP 赵云的效果还要好。SP 赵云的龙盾只能锁20%血，而且触发后就会消失1层。但鲍三娘的龙盾却可以锁10%血，而且只要自身的厄运不超过20层，这个龙盾的效果就不会消失。这是个非常强的能力，因为20层最快也要第4回合才能达到，这给了鲍三娘和关锁很强的前期生存能力。
不过一旦鲍三娘被击退，所有的厄运层数也会跟着消失。五星被动会使鲍三娘在每次获得厄运时，都可以获得厄运层数乘50的怒气，每回合最多触发6次。由于厄运第一回合的上限只有5层，所以不晓得达到上限后，这个回怒的效果是否还能触发。若是可以，那么触发6次厄运所回的怒气是1050点，这是足以释放一次怒攻的。不过在 SP 诸葛亮空城的机制下，若没有其他特别机制的支援，即使你满怒也是无法放怒攻的。所以这个回怒的机制，实际上也只是为了将怒气转化成 SP 诸葛亮的星辉而已。若上阵了关锁，则关锁也可以获得1半的怒气，同样的这些最后也都会成为星辉的养料。在 SP 诸葛亮的机制下，武将只能将怒气转换成星辉，然后再透过消耗星辉来释放怒攻，别无他法。异火被动会提升己方蜀国武将的无视防御 15%， 并使鲍三娘在获得厄运时，同时也会获得相等于当前防御力 100% 的护盾。异火被动提供的护盾也让鲍三娘可以变得更加耐打，同时怒攻的真伤也会获得提升。不过若是在新区关锁多的场合，护盾很轻易就会被百兽给清掉了，所以实际上是叠不了多厚的，所以怒攻的真伤自然也就不会高到哪里去了。鲍三娘的这项技能反而是老区会更有优势，因为老区不会有关锁，所以也就自然没有人可以瞬间将护盾清空，这样鲍三娘就可以变得非常坦了。三火被动会强化鲍三娘的3星被动，会使鲍三娘释放怒攻时再追加一段攻击力 80% 的伤害，并且原来释放怒攻后会附加的当前护盾伤害也会从 10% 提升到 20%， 而且释放后还会得到当前护盾值 20% 的治疗，效果不会超过自身最大生命值的 80%。 三火被动强化了护盾的附加能力，但就像前面说的，这个护盾能叠到多少，还要取决于环境中有没有关锁存在。若有关锁，这个护盾自然就没办法叠到很厚，连带的真伤和治疗自然也就不会多到哪里去。五火被动会再次强化鲍三娘的3星被动，看来鲍三娘和关锁一样，都是靠3星被动吃饭的武将。五火被动让鲍三娘可以再拥有一个将最终命中率的 50% 转换成相邻武将的攻击力和防御力的能力，只牺牲掉自身的最终命中率数值，就可以换来相邻武将的攻击力、防御力、最终减伤和暴击伤害减免加成，这个买卖真的很划算。由于鲍三娘的最终命中率属性会随着厄运的层数而提升，所以相邻武将的身板也会变得越来越厚。不过因为新区前期能获得的最终命中率属性本来就很少，所以这些提升其实也不会太多，都是需要时间去堆叠起来的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鲍三娘的羁绊。羁绊必须与关锁一起上阵才会激活，鲍三娘会提升 15% 的免伤。当厄运高于10层，且血量低于 30% 时，鲍三娘就会将所有厄运层数转化为关锁的龙运层数，并使双方恢复已损失血量的 100% 生命，也就是满血复活的意思。此效果整场战斗只能触发一次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鲍三娘的羁绊给了鲍三娘和关锁一个在第2回合后可以满血复活的机会。由于鲍三娘和关锁有龙盾锁血，不会被一击毙命，所以这个满血复活是一定会触发的。所以羁绊又给了这2位搭档一个强而有力的保险。总结，鲍三娘就如同她的职业一样，是一名坦克，自身有一定的坦度，也可以用来提升相邻武将的坦度。由于新区的 SP 诸葛亮会先用黄月鹰羁绊，本身就已经很坦，加上关锁也有龙盾锁血也很坦，所以鲍三娘通常会用来保护这2位以外的武将。鲍三娘一般都会站前排去扛伤害，不过因为 SP 诸葛亮有使自身和攻击最高武将的怒攻无视护盾的能力，所以鲍三娘也是有机会被打穿的。除了坦克外，
第二个用途就是成为关锁的小助手，所以新区也是必抽鲍三娘来辅助关锁的。至于老区玩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鲍三娘是否可以单飞，理论上是绝对可以的，问题只是以鲍三娘的能力，她是否有足够的竞争力进入正选队伍。把支援关锁的能力拿掉，鲍三娘在老区就只是一个很坦的坦克。在位置很挤的蜀国队里，他的能力不如能保全队的命魂张星辰，所以顶多也只能作为没有3红命魂张星辰的下位替代。至于女团嘛，情况也很类似，鲍三娘只保自己的能力，还是不如能保全队的专武张宁好用，所以在女团也是出不了场的。更别说现在的女团正处于弱势期，即使加入一个坦克，其实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所以老区的鲍三娘其实也和关锁一样，只是抽来开图鉴而已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